在我前面的题为在媒体上常见的关于导弹的错误信息那期节目里，我给自己挖了个坑，答应和大家聊聊反导系统到底是如何拦截弹道导弹的。今天我就来填这个坑，以美帝为例，聊聊他们是如何拦截弹道导弹的。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航天、太空和遥远的宇宙。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简称叫反导系统，英文的缩写是 BMD。美国的 BMD 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体系，它的设立目标是检测、追踪和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以保护美国本土及盟友免受导弹的威胁。BMD 的保护对象很多，首先是美国本土，其次是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和驻军，第三是美国的盟国及合作伙伴，包括北约国家、日韩、澳新和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第四是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舰队和海上资产，第五是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太空的资产。最后，BMD 的保护对象还包括了和全球经济利益相关的重要设施，就比如国际航道、能源运输线路、海外投资等。正是因为 BMD 的保护对象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保护需求各异，这就要求 BMD 必须成为一个层次众多、结构复杂、几乎覆盖全球的作战体系。这套体系通过复杂的指挥、战斗管理、通信、预警、侦察、跟踪和拦截系统来侦测、追踪和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作为一个大系统，根据功能和作用范围的不同， BMD 可以分成几个子系统，它们分别是陆基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就像扑鹿爪；海基 X 波段预警雷达系统；天基侦察系统；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宙斯盾防御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空系统，就像萨德；战区防空系统，就像爱国者。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防空导弹、标准3防空导弹和标准6防空导弹，都只是这些系统里的拦截弹。在这些拦截弹里，从海温战争起就声名鹊起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其实只是最后的末段拦截，中低空防空导弹。对弹道导弹拦截来说，这已经是最后的防线了。本来在冷战期间，美苏曾经通过战略制衡达成过几个重要的条约，其中就包括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反导条约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发展反导系统，避免破坏已经产生的核战略平衡。但在苏联解体之后，核战略平衡已经不复存在，反导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再加上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大规模地使用诸如飞毛腿之类的弹道导弹对周边国家展开攻击，使美国认识到反导拦截的重要性。因此，从90年代开始，美国开启了被冠名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反导计划。只不过，这些计划的作战对象从原来的苏联变成了任何有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弹道导弹威胁的国家。说起弹道导弹拦截，大家往往只关心拦截弹，其实侦察、预警和跟踪才是拦截的关键。在拦截弹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越早发现和跟踪来袭的导弹被拦截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要谈反导，首先要从侦察、预警、跟踪开始。侦察的主要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尤其是在潜在威胁发生之前。从覆盖范围上讲，侦察覆盖的范围更广，目标不仅限于探测导弹的发射，还包括对敌方军事设施、发射平台、战场环境等的监测和分析。侦察的活动也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导弹发射，经常还主动地搜集有关敌方军备和动向上的信息，以便提前预知潜在的威胁。说到对弹道导弹的侦察，目前主要的手段包括卫星侦察、雷达侦察、无人机侦察和电子侦察。卫星侦察主要依靠的是各种光学和雷达成像卫星。通常情况下，
这些卫星会位于相对较高的轨道，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侦察卫星会采用变轨的方式进入低轨，以便对目标地区进行更为仔细的观察。就比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就把自己的数十颗侦察卫星变轨到低轨，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精确战场信息。在一般情况下，侦察卫星通过的轨道下方都会有敌方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比如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由于运行在极地轨道上的卫星具有在同一时间通过地球上同一地点的特性，很多侦察卫星都会运行在这个轨道上。这个轨道通常也被叫做太阳同步轨道，英文缩写是 SSO。 这个轨道通常也是各种地球资源卫星的运行轨道。卫星绕地球飞行一圈的时间大约是90分钟。对于运行在极地轨道上的侦察卫星，它每90分钟就会通过地球的同一点上方。从反侦察的角度来讲，地面的人员应对这种侦察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卫星过境的时候隐蔽起来，当卫星通过后再出来行动。但是每一次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这样就能避开卫星的再次光临。不过如果在这个轨道上均匀分布着多颗同样的侦察卫星，卫星的侦察视野相互重叠，这时敌方就24小时不间断地处于对方的侦察范围之内了。此时还想在这里进行行动而不被卫星发现，就得想别的方法了。好在航天发射的成本极高，即使是美国同时在轨运行的侦察卫星大概也只有200多颗。这些卫星要对全球众多的高风险点进行侦察，所以难以做到对同一地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但是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随着星舰的推出，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幅降低，在极其低廉的航天发射价格下，美国完全可以部署数量更多的侦察卫星，这就使得美国对某些重要地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侦察成为可能。总有朋友问我，星舰最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什么？其实星舰真正的军事价值并不是什么1小时打遍全球，这些活儿让洲际弹道导弹来干更好。星舰真正的价值就是极大地降低了航天发射的成本，使美军可以用同样的花费布置更多的军用卫星，形成更严密的侦察网。电子侦察也可以依靠卫星，除了卫星之外，还可以依靠美国设在全球各地的地面监听站和海上电子侦察船，以及天空中的电子侦察机。雷达则主要包括了陆基相控阵雷达和海基宙斯盾雷达。这些雷达不仅能用于侦察，也能用于我下面要提到的预警和跟踪。说完了侦察，让咱们再来看看预警。预警的核心目标就是探测敌方的弹道导弹发射，并尽快通知防御系统，以便及时做出反应。预警一般可以通过红外预警卫星、陆基预警雷达、海基预警雷达和预警机来实现。红外预警卫星和我前面提到的侦察卫星类似，只不过它们一般工作在地球同步轨道或者是高椭圆轨道上，因而有更大的监视范围，而且它们是红外成像的，因而对导弹发射后的尾沿非常敏感，能及早地发现来袭的导弹。典型的陆基预警雷达是铺路爪预警雷达和 ANFPS-132 雷达，这2款雷达都是固定式的大型雷达，探测范围超过了5000公里。铺路爪雷达在美国只部署了2部，分别位于马萨诸塞州卡普科德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尔堡。这些雷达负责监测美国东西海岸的弹道导弹威胁。ANFPS-132 雷达则部署了3座，分别位于阿拉斯加的克利尔空军基地、英国的菲林戴尔斯空军基地和格陵兰的图勒空军基地。在这儿我要补充的是，台湾也从美国购买了铺路爪雷达。台湾的铺路爪雷达也叫乐山雷达，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铺路爪雷达。除了固定式预警雷达，还有移动式预警雷达，典型的代表就是 ANTPY-2 雷达。
这款雷达探测范围达到了4700公里，它也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主雷达。除了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还被部署到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国。2016年，韩国决定在国内部署萨德系统所属的 AN-TPY-2 雷达，因其巨大的探测范围，不仅能监测朝鲜是否在进行弹道导弹发射，甚至能很容易地监测中国在西北进行的运载火箭发射，因而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典型的海基预警雷达系统是海基 X 波段雷达 SBX1， 这种雷达安装在一个经过改装的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上，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工作，具有极好的稳定性，非常适合搭载大型且沉重的 X 波段相控阵雷达。SBX1 还能根据需要部署在全球各地，具有相当强的机动能力。另一个重要的海基预警雷达系统就是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雷达系统 ANSPY1 和 ANSPY6。ANSPY6 是 ANSPY1 的升级版。这两型雷达被广泛地部署在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目前，美国现役1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7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们是美军反导的中坚力量。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最后一款预警设备是 E3 哨兵预警机。E3 预警机，美国现役31架，部署在美国本土、欧洲、中东和其他战略地区。在 E3 上安装有 AN-APY1 或者 AN-APY2 相控阵雷达，探测范围超过650公里。预警机的探测范围虽然无法和前面介绍的陆基、海基预警雷达相比，但由于预警机可以实现前置部署，因而也有非常强的预警能力。介绍完了预警，咱们再来说跟踪。前面提到的那些预警设备发现目标后，会通过指挥系统把相关信息发给跟踪设备。前面提到的铺路爪雷达、AN-FPS-132 雷达、AN-TPY-2 雷达、SBX1 雷达、AN-APY1 和 AN-APY6 雷达以及 E3 预警机本身就具有跟踪的功能。后面的4种雷达甚至还有直接引导拦截弹进行拦截的功能。除此以外，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所使用的 AN-MPQ-53 雷达也是性能优异的跟踪雷达。从上面我不厌其烦的介绍，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美国反导系统的侦察、预警、跟踪覆盖了从太空到蓝天，从陆地到海洋，从本土到前沿，几乎每一片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区域。一个大国想真正建立自己的反导系统，也需要有这样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侦察、预警和跟踪系统。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拦截。弹道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目标，一般会经过3个阶段。首先是从点火到飞出大气层、助推器和弹头分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也被称为助推段或者是上升段。这个阶段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低，飞行姿态也比较稳定，是对其进行拦截的最佳时期。但由于这个阶段也往往位于对方的控制范围之内，因而缺乏有效的拦截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星球大战作战计划里，曾设想用部署在太空的激光武器或者是粒子束武器对处于这一阶段的导弹进行攻击，但由于技术限制，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航天技术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高能激光发射器的小型化和高能激光的长距离传输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而对导弹上升段的拦截依然处于试验阶段。导弹渡过上升段之后，就飞出了大气层，这时候它会进行头体分离。到弹头再入大气层之前，这一阶段被称为中段。在中段飞行的时候，弹头往往会做出变轨机动、释放假目标和诱饵等突防措施。如果来袭导弹是多弹头的，弹头的释放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这就有点像猎鹰9号火箭释放星链卫星。我们在新闻里有时候能看到进行中段反导实验，
指的就是对这一段的拦截。铺路闸雷达 ANFPS-132 雷达也主要是为中段拦截准备的。中段拦截的好处是目标的飞行时间长，并且尚未到达本国的领土，因而对其拦截不会对本土造成损害。但这一段的目标飞行速度快，为了不被拦截，还会采用如前所述的多种突防措施，因而拦截难度非常大。目前成功的进行过中段拦截实验的国家只有中美俄。2023年12月11号，美国进行了一次中段反导实验，试验中 GBI 拦截弹成功命中并摧毁了中程实验靶弹。到目前为止，美国总共进行了约20次类似的实验，成功率大约是 50%。 这样的结果肯定不能让美国满意，因此美国正在加紧研制新一代的中段反导拦截弹 NGI， 希望在2028年能够开始部署。莱西弹头完成了中段飞行之后，就进入了末段，从距地面40公里到150公里的高度，就进入了萨德导弹和标准3导弹的拦截范围，而30公里以下的高度就进入了爱国者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拦截范围。这些拦截弹经过多次实验，拦截成功率超过 80%， 而爱国者导弹更是有在俄乌战场上拦截匕首导弹的成功战例。关于这4款导弹的各项性能，在网上有大量的数据，我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查阅。节目做到这儿，相信大家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反导靠的不是1、2件先进的武器，靠的是体系化多层次的拦截系统。所以那些吹嘘某件神器就可以秒杀一切的言论，真的是该歇歇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